是助教陈宏伟，我负责的实验是为了列能系统设计的3级放大器。大家都知道，在2级、3级甚至多级的运算放大器中，最重要的就是补偿的部分。因此，在进入电路之前，我们先分析一下各种补偿的特色。以下是我的 outline， 会一一分析各种补偿的优缺点。首先是一般的米勒补偿，再来是加了零电阻的米勒补偿，接着是多级米勒补偿，再来是本篇的重点，也就是阻尼因数控制频率补偿，最后是整个电路的架构。如图所示，这是一个米勒补偿的2级放大器。由波德图可以发现，它总共有2个 pole， 分别是 CC1 的 pole 以及负载电容的 pole。它的优点就是架构十分的简单，缺点则是它的第一个 pole 必须在第2个 pole 的1/2位置内，整个系统才会稳定。因此，负载电容会影响到 CC1， 进而限制住它的频宽。然后再来呢，这个就是米勒补偿加上零电阻的电路。这里要澄清一下，零电阻并不是电阻值为0，而是利用电阻产生一个 zero。这个补偿的想法很简单，既然负载电容会限制第1级的电容，那就再加上一个电阻，形成一个 zero， 再利用这个 zero 去补负载电容的 pole。可是这个架构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当 CL 变大时，它的电阻也会需要跟着变大，才能补它的 pole。所以这个架构只适用在负载电容小的时候的电路。上述的2种补偿呢，都只有2级，因此当争议不够的时候，第3种补偿方式就出现了。它其实就是串了很多级的米勒补偿。优点当然就是它的争议，因为多了，以3级为例，因为多了1级而变得很大。而它的缺点比第1种米勒补偿还要严重，因为在讨论3级的情况下，第1个的 pole 必须在第2个 pole 的1/2位置内，且第2个的 pole 必须在负载电容 pole 的1/2位置内，整个系统才会稳定。也就是说，第1个 pole 必须在负载电容 pole 的1/4位置内，整个系统才会稳定。所以负载电容大幅度的影响了第1个 pole 的位置。如果负载电容不够大，那第1级pole 就会很小，频宽当然也会跟着缩小。但是负载电容如果太大的话，就不能做成 on chip， 无法放在晶片内的话，那也就理所当然的没有办法应用在列能系统。因此有人就对上述的串联多级米勒补偿做出改良，并称之为阻尼因数控制频率补偿。它先在第2级放一个电阻，然后把第2级的 pole 往外推。我们刚刚有提到，若第2级的 pole 没有在负载电容 pole 的1/2位置内，系统便会不稳，而这个不稳就是会产生一个凸起。接着，它利用电阻的 zero 去消除这个凸起，也就是 double pole 的地方。这里可能会有人问说，那不就跟第2种补偿方式一样了吗？当负载电容变大，电阻也要跟着变大，是这样吗？事实上是不一样的。左边那张图是阻尼因数控制频率补偿的简图，对其做分析，可以发现它的等效电阻是 GMD1 跟 GM3CD2 CL 的并联。而右边那张图可以发现，当负载电容变大时，它的等效电阻并非如第2种补偿方式也跟着变大，而是趋于定值，因此不会有第2种补偿的问题。接下来就是电路的部分了。我们依照刚刚的阻尼因数控制频率补偿设计而成的3级放大器，如图。总共可以分成4个部分，分别是第1级、第2级、
阻尼因数级以及第三级。第一级的部分由 M1 到 M11 所组成，是一个折叠式叠接放大器。先把进来的讯号做第一级的放大，第二级则是正 GM 级，它的目的而是为了确保第二级跟第三级的负回授，所以这一级其实是没有争议的。再来就是阻尼因数级，也就是它的补偿部分，上下各有一组，利用我们刚刚说的电阻来取消第二级撞到第三级的凸起。最后则是输出级，它是一个 Class AB 的放大器，它做最后一级的放大。这个3级放大器，它的优点分别有争议高，因为它有3级；频宽大，因为它设计的阻尼因数补偿，而且可以忍受负载电容大幅度的变化。对猎能技术来说，它是一个好的放大器选择。怎么说呢？因为它有足够多的增益以及足够大的频宽，最重要的是它可以忍受大幅度的负载变化，因此它下一级自由度很高。在猎能系统要求电容体积小的情况下，它可以符合猎能系统的需求。以下是我对3级放大器的简单介绍，谢谢各位同学的聆听。